您可以在商城里买商品和出售农产品。后坡发现野生大栗鼠，重量为4斤，价值200文。这是系统？老天待我不薄啊！大姐都是为了给我找吃的，大姐都怪我们野菜野菜。大姐，我们不饿，你快醒醒吧！这是哪儿？我这是穿越了？大姐，你醒了！别拿那么快看，大姐没死。我穿越到了古代荒灾年，前一天去山上找吃的，不小心摔死了。他们是我的家人。我饿了，娘这去给你做饭吃。爹这就去地窖给你挖黑面。我去帮忙，我也去。我也去。黑面听起来不像人吃的。天哪，这也太穷了吧，连个鸡圈鸭圈都没有。啊，我该怎么在这里生存下去啊？恭喜宿主开启古今商城，您可以在商城里买商品和出售农产品。后坡发现野生大栗鼠，重量为4斤，价值200文。这是系统？老天待我不薄啊！这应该就是系统说的大栗鼠了吧？但这好像也不能直接吃，只能用来炖汤。请问宿主是否出售？出售。200文到账，宿主可在商城购买东西。面包？购买面包，太好了！有了系统在手，我在荒年就不愁吃喝了，还能依靠系统带领全村过上好日子。哎，大妞，今天啥安排啊？今天啥安排啊？爹，现在正值干旱，你和娘还是去地里干活吧，要照顾好庄稼。我跟弟弟妹妹们上山去找点吃的。你跟弟弟妹妹上山的时候注意安全啊。那我就跟你娘去地里了。好。小明、小月、小光，咱们几个去上山找吃的。好。我们就在这附近摘，别乱跑，注意安全。发现附近有5指毛桃根须，价值200文。200文？哎，这应该就是5指毛桃根须了吧？打开系统商城，出售5指毛桃根须。200文到账。大姐，大姐，我们挖到了一些野菜。大姐，你看，好一大把呢。是啊，大姐，这边野菜好多啊。你们都很棒，你们再继续挖吧。发现野生淮山，重量3.5斤，价值175文。淮山也很美味，3.5斤，完全够我们一家人吃了。你们快来，我这里有好东西。大姐，你在挖什么呀？这东西不能吃，你挖它干啥呀？不能吃？大姐，这个弄到手上很痒的，吃了肯定会中毒。大姐，你脑袋是不是摔坏了？大姐，你脑袋不会真的摔坏了吧？大姐，你脑袋不会真的摔坏了吧？我不要大姐杀，我不要。这是淮山，又叫铁棍山药，这东西能吃，清炒、红烧、炖鸡汤都可以。真的吗，大姐？对啊，只不过需要小心一点，不能碰到淮山外面黏黏的东西，要不然手就会很痒。大姐，我从来没尝过，我能尝尝吗？你个小馋嘴！好了好了，收拾收拾，继续找找，还有没有其他东西？家里没有油，清炒和红烧都不行，不如去系统商城看看有没有鸡，晚上就做个淮山鸡汤喝。现在还有395文，购买1只鸡不成问题。恭喜宿主购买成功。不如就放到3弟林光光的身边，这样就不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了。放出鸡！明明，你们快过来瞧，看我抓到了什么！哇，一只鸡！大姐，你快过来，这里有一只鸡！来了！
光光抓到了一只鸡。太好了，今天晚上就用淮山给你们炖鸡汤喝，让你们尝尝没吃过的淮山。大姐，你说的我现在都流口水了。好了，快收拾收拾吧，带上鸡回家给你们炖鸡汤喝。这得弄个笼子关起来，晚上要关到屋子里面。爹娘，以后每天都有鸡蛋吃啊！每天我要吃2个鸡蛋，这才是2个。这是公鸡，不能下蛋，留着养起来还费粮食，不如今天就给它吃了，炖个鸡汤喝。好吧，大姐，那就只能喝鸡汤了。娘，你去把咱家的刀拿来，我去杀鸡。大妞，你可得小心点啊！好。林大妞，你这个丫头骗子，骗人骗到我家头上了，看我不打你！这2人就是把我推下山坡的武大郎和他娘大胡婶。看我不打你！好啊，林大妞，天杀的，拿着我的钱去买鸡吃，你们赔我钱！大胡婶儿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武大郎推我，害得我差点摔死，你只给了20个铜板，连我买药的钱都不够呢。你是千金大小姐，摔一下还要抹药？你个臭泼皮，你再敢欺负我姐试试！试试。娘，你看他们。林大妞，你个天杀的，抢了我们家的兔子，骗我们家钱，还欺负我们家大郎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武大郎他打伤我，就得赔钱。就是，明明是你们家武大郎亏了人家大妞，赔点钱怎么了？我呸！你个老泼妇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明明是你们家不对，怎么还骂人呢？前天许郎中都说了，大妞已经没气了，现在活下来是人家运气好，你的20铜板能买回来大闺女一条命吗？就是，我不管，你们林家就是穷钉子，让你们也没钱赔我。这样吧，把你家这只鸡给我，我就不计较那20铜板了。真不要脸！这只鸡至少得50铜板，就你那20铜板够干啥？耍赖呀，这人！你们要是不赔我，我就坐在地上不走了。要我赔你20个铜板也不是不行。你现在去外面捡个石头，把你儿子的头上砸得像我头上这么大的窟窿，那我就赔你。娘，你看他，你这算什么道理？那你讨要铜币又算什么道理？怎么，你不敢了？要我帮你吗？你咱们走着瞧。走，儿子。真不要脸！谢谢大叔大娘替我说话。这有啥？看不惯他欺负人。大妞啊，以后呀，再有人欺负你，给我们说，我们给你做主。对，给我们说，我们替你做主。大姐先给我尝，我快饿得不行了。大姐我也要。大姐我也想吃。别着急，每个人都有。大姐，你这个叫什么淮炖的鸡汤真的很好喝。它叫淮山。大姐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喝过鸡汤了。那以后大姐经常给你做。大姐手艺真好，这鸡汤做的真鲜。爹娘，你们快吃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不要不舍得吃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。大妞，这个家幸亏有你撑着，要不然看你娘和我这老身子骨得顿顿挨饿。大妞啊，你弟弟妹妹有你是他们的福气，这个家得亏有你把持。你们就放心吃吧，以后咱家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哎，大姐，家里的缸没水了，我去河边挑点水。我去帮你吧。不用，你和小月和光光他们在家里看着就行了。这里喝个水都不是很方便，要跑很远去打水。发现附近有大量野生魔芋。魔芋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这么多魔芋没被挖，应该是很多人碰到魔芋手发痒，以为魔芋有毒。其实只要经过正确处理，魔芋可就是宝贝。但是现在这么多魔芋，不好直接拿出去卖，也没人会买的，那怎么办才好呢？有了，就把魔芋做成魔芋豆腐，拿出去卖。购买食谱魔芋豆腐，扣除100文，恭喜宿主获得食谱魔芋豆腐。制作魔芋豆腐还需要用到食用碱。购买食用碱和5副手套。这下好了，可以安心做魔芋豆腐了。我先把这几根魔芋挖回家，再去打1桶水，就做魔芋豆腐。大姐回来了。大姐，这桶里装的是啥呀？这是在河边挖的魔芋，这些是在一个老头那儿买的手套和碱。大姐，这魔芋不是有毒吗？大姐，这桶里装的是啥呀？这是在河边挖的魔芋，这些是在一个老头那儿买的手套和碱。大姐，这魔芋不是有毒吗？
直接吃肯定不行，要处理一下。等做好以后呀，保管你们香的直流口水。大姐，你说的这个怎么像手一样？这就是给手穿的衣服，你们戴上这个再摸魔芋，手就不会痒了。好了，快来帮我收拾一下。来，你们就像我刚才那样，戴上手套，再把魔芋削皮、洗干净，切成片，放在这个桶里。听明白了吗？大姐，这个白色粉末是什么？不会有毒吧？这是碱，去腥用的。小月、小光，你俩摘点辣椒，我给你们弄2瓣魔芋豆腐吃。大姐，我快等不及了。好了，大家快尝尝魔芋豆腐怎么样？哇，大姐这个豆腐滑滑的、嫩嫩的，特别好吃。对啊，大姐，吃起来很香。大姐，这个真的是那个魔芋做的吗？是啊，大姐还能骗你们吗？大妞，魔芋能吃的话，河边长了很多魔芋，如果都拿来吃，岂不是咱们家再也不用饿肚子了？是啊，爹，咱们以后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对了，我忘记了一件事，我准备把剩下的魔芋豆腐拿到县里去卖。做生意啊，那岂不是以后会有很多很多银子？大妞，你想干啥就去干，爹和娘永远支持你。我相信，只要咱们家共同努力，一定可以过上好日子。吃完这个魔芋豆腐啊，我就跟大姐去县城里面卖豆腐去。我们也去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喽，新鲜出炉的魔芋豆腐喽！小孩吃了不塞牙，老人吃了不用牙，男人吃了就赚钱，女人吃了就变美，3文钱一大块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啊！老板娘，这能尝不？尽管尝，不好吃不收钱。确实很软，适合老人和小孩吃。老板娘，这真是魔芋做的，魔芋吃了嘴巴发痒，这吃起来软糯，一点也不像啊。大叔大娘，我这个魔芋是经过特殊处理的，哦，吃起来健康抗饿，能清炒还能凉拌，可不买几块回家尝尝喽？好，给我来2块，6文钱是吧？我要3块。好，小光你来收钱，小明你来帮我用纸包，小月你来吆喝。好，瞧一瞧，看一看。 91、92。小光，咱们卖了多少钱？大姐，咱们一共赚了93个铜板，你看。不错不错，咱们就卖了这么一会儿，就卖了90多个铜板。日后咱们要是做得多，能卖更多，那太好了。那我是不是天天都能吃鸡蛋了？走，大姐给你们买新衣服，以后咱们要经常来这儿卖豆腐，总不能穿得破破烂烂的。好耶！太好了，咱们都有新衣服穿了。慢点跑，别摔着。商场系统难道坏了？发现大量野生马蹄，是否出售？这么多马蹄，能换多少个铜板？都够买多少个房子了？不行，这些钱都是见不得光的，不能这么出手，得另想一个法子。有了，带回去几个，让爹娘、弟弟妹妹们尝尝，再带他们来挖，这样他们就不会问这些马蹄从哪来的了。大姐，快走啊！来了来了。小月，你快去把爹娘也喊出来，我有事情给大家说。好，大姐，有什么事啊？大妞，出什么事了？大妞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们了？爹娘，今天的魔芋豆腐全部都卖完了，给大家买了一件新衣服穿。要不然人家又该说咱们整天穿得破破烂烂。大姐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换新衣服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爹娘，这是你们的衣服，这是小明的，谢谢大姐。这是小月的，谢谢大姐。这是小光的，谢谢大姐。这是我的。大姐，这是……大姐，这个可以吃吗？对，这就是吃的。你吃过吗？都没有见过，怎么可能吃过？这是马蹄，又叫碧琪，生吃、炖汤、炒菜都可以。吃起来甘甜可口，有点像梨。是的，小明说的没错。爹娘，你们尝尝。哎，这是啥马蹄？啥荸荠？这真的能吃吗？吃了不会闭气？哎呀，爹，你就相信大姐吧，她不会害我们的。确实甘甜。吃着确实很解渴啊。我也要。哎，大妞，你这是哪儿弄来的？这是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的，就挖了几个。那岂不是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吃？是啊，我正准备带全家去挖呢，也够我们吃好一阵子的了。这是个好东西，可要多挖点。
爹，我就是在这发现的，这里面应该还有很多。大妞，这块地看着干巴巴的，能有你说的什么闭气吗？你不信啊？你朝地里挖几下试试。那行吧，我挖挖试试。有，这真有。大家开始挖吧，挖2篓都够咱们吃很久的了。我要挖很多很多马蹄。我要挖的比你多。这挖马蹄也太累了。是啊，大姐，我都快累得没力气了。但是大姐，还有这么多，该怎么办？慢慢挖吧，够咱们吃一阵。不行，挖的太多，咱们也吃不完。况且这块地已经开始旱了，再不挖就全坏了。大妞，那你准备怎么办？咱们可以上报给村长，让他组织村里的人来挖，正好咱们可以向他提条件。二爷爷，啊，大妞该不会是来借钱的吧？二爷爷，大妞啊，二爷爷我身子老了，大不如从前了。这年头呢要珍贵呀，我已经欠了几10文钱了。您年纪大了，确实要注意。不过你是村长，该管的事儿还是要管的。管，肯定管。你就说你爹吧，啊，10来岁没了爹，我是他亲属，该管的事儿啊还是得管。二爷爷，我来是有件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。大妞啊，我现在身上呢没有多少钱了，这2文钱你拿去换一碗面，也能吃个半饱。二爷爷，我不是找你要钱的。啊，你不要钱？那你要啥？我要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说来听听，我能办到的，一定尽量给你办。我在山上发现一种可以吃的东西，有很多。二爷爷，这个很甜的，你快尝尝。这东西真好吃啊，跟梨一样，比梨还甜。大妞，你说这东西山上还有很多？对啊，二爷爷，山上还有很多。这东西能怎么吃啊？生吃、红烧、水煮、炖汤，磨成粉，当做面粉用。老天爷待我们曲溪村不薄啊！眼看村里没粮了，这是来给大伙儿送粮食来了。大妞啊，你长大了，懂事了，会为村里人着想了。二爷爷，我告诉您那个地方，您怎么安排大家去挖都好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这个虽然不是我们家种的，但是是我家发现的。大家去挖马蹄，要分给我家2000斤。2000斤？这……二爷爷，那片地估计能挖出来5万多斤，分我家2000斤，每家至少还能分到500多斤呢。好，那二爷爷就这样说定了。好，吃完饭我就组织村会和大家伙商量。这是干什么呀？今天啊？这一天天的就会开会，啥正事也没干。可不是嘛，我碗还没洗呢。哎，大家静一静啊！今天在这儿，我给大家说一件事儿，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能让我填饱肚子？林家呀，在曲溪村发现了一大片马蹄，可以吃。估摸着能挖个5万多斤，每家呀都能分很多。有东西可以挖来吃。马蹄是什么？真的能吃吗？不会中毒吧？林家发现的。村长啊，林家发现的，怎么他们自己不挖，让咱们挖？该不会是有毒的吧？就是啊。是啊，这要是有毒的，咱们全村不就完了？对啊，村长，咱们全村要是都中毒了，那可就没人跟他们家抢了。哼！安静，安静！有毒你可以不挖，没人逼着你挖。有毒你可以不挖，没人逼着你挖。李大妞，你一个10几岁的女娃娃，你知道什么呀？我都活了这么多年了，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马蹄。那是你年纪大了，眼睛不好使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林钱钱，你要是有本事，你就拿出来给大家伙看看呀。大家可以去我家里，我家里挖了一些。林钱钱，你就是拿不出来。大妞啊，你就拿出来给大家伙看看吧。就是啊，大妞，你拿出来看看。不是我不想拿，是我出来没有带。你就是欺骗大家，拿不出来。谁说我们家拿不出来的？吴大郎，
你家是不是又想欺负我姐？胡大郎，你好好看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马蹄。早就知道你们有些人要在这闹事儿，我提早就让明明去他家拿出来给大伙看看。胡大郎，你这会儿可没话说了吧？大妞，这就是你说的马蹄。甜的。我就知道大妞不会骗人的。这就是马蹄，在西北边的一个山谷里，红烧、清蒸、炖汤，怎么着都成啊！大家拿一些来尝尝啊！是甜的。这玩意儿还这么好吃的？比梨还要甘甜。村长，这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快告诉我们，我们去挖。是啊，咱们村西北边就是大安村的人，他们知道了肯定也会挖的。大家先安静啊，毕竟这是林家发现的啊，我就做主给他们拿大头，就给他们分2000斤。他们家呢也不用派人出来挖。凭什么呀？哼，就凭他们家发现马蹄还上报给村里，这就是他们应得的。我不同意，分给他们家2000斤。有本事你们也去发现一片，我也给你们家2000斤。反正我不同意，林家不干活还能分到这么多马蹄，这傻子谁愿意当谁当。娘，咱们走。呸！小泼妇还想分2000斤？哼！谁还有意见？给我赶紧走！退出挖马蹄的，1斤都分不到。我去，我现在就回家拿锄头和背篓。大家快去呀，先到先得了。走。今天大家就先挖到这儿吧。先把今天下午挖出来这2筐先带回去。村长，能带一点拿回去给我家孩子吃不？不要多拿。好嘞。那大家收拾收拾，就先回去吧。儿子，你可真聪明，想出了这么个法子，还能得到马蹄。他们一群傻子，就继续做免费的劳工吧。大明，你跑快点，去喊人，把村长也喊过来，我在这看着。大姐，你自己要小心。好。浅浅的小贱人，还不说牢里还能得2000斤马蹄，真是便宜他们家。哎呀，林浅浅那妮子不知道最近怎么了，越来越聪明了。自从上次摔了之后，就像变了个人一样。管他变没变，他就是个小贱人。哼！娘，这几天天天来偷一点，估计要不了几天，咱们家就能有2000斤。儿子，这些吃不完啊，还可以卖出去赚钱，等攒够了就给你娶个媳妇儿。好啊，娘，我要娶一个漂亮的，能生的。偷东西还想娶老婆？你在做什么白日梦呢？你小贱人你想吓死老娘吗你？大胡婶儿，你这是做贼心虚了吧？胡说什么你？我胡说？你们手里拿的什么？怎么，你们一家人不愿意出人出力，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？儿子，别跟他废话，把他绑了卖了，就没人知道了。你们想绑谁呀？你看，就是他们偷了马蹄。嘿，老泼妇，你咋那会偷呢？想要马蹄，你自己不会去挖，来这儿偷是啥意思？刘氏、吴大郎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呀？是你，是林浅浅，他让我来偷的，都是这个林浅浅。大胡婶儿，这都人赃并获了，还有这么多眼睛盯着，你还想抵赖？行了，刘氏，你别再狡辩了。吴大郎，你要想清楚，是认个错，还是送去官府，自己选吧。村长，我们错了，不该偷东西。别人都说你做事公正，但是我看啊，就是因为李大妞是你族里的孙女，所以你才骗他们家。说不定那2000斤马蹄还有一半是你家的呢。自己做错了事儿，还到处找借口。算了，以后你家的事儿我都不管了。以后村里的活动，你们家都不能参加。我呸！有你这样的人，真是给我们曲西村丢脸。二爷爷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，小月、小光？别急，慢慢说。二爷爷，隔壁村的人拿着锄头，背着背篓往咱这边来了。他们好多人。
这块地本来就是咱们的，绝不能让大安村的人抢去了。对了，不能让他们村的人抢走了，咱们吃什么？长在咱们村的山上就是咱们村的东西，怎么能让他们抢走呢？我不想饿肚子，这马蹄我坚决不让！不让！大家拿着家伙跟着我去，一定不能让他们村的人挖了咱们的马蹄，要不然咱们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走。不行，不能这样空着手去，我得买点武器。打开商城系统，搜索电棍，购买。恭喜宿主获得电棍！太好了，有了电棍在手，我也不怕别人欺负我了。老王，这是干啥？全村的人都出动了。那啥，上山挖点东西。挖啥？这是我们大安村的事儿，凭啥告诉你？吃过午饭没？林大义，我今天没心情和你拉家常，我们要上山挖粮食。识相的，把路让开，把路让开！挖粮食！村长，这可咋办？村长，咱们干不干？老王，你们挖东西可以，但是不能往这边来。凭什么？山是你家的，村长。这个山头好像是曲西村的。什么？老王，你们中午没喝酒吧？醉的怎么连这山头哪些是你们的都忘了？你们村的山头又怎么了？就是山上的东西大家都能吃，凭什么曲西村能挖，我们就不能挖？对呀，让开！王小正，你个王八羔子，敢来抢我们村的东西！那你去告我！村长，别跟他们废话，要抢咱们马蹄，咱们就跟他们干！来呀！住手！哪来的黄毛丫头，敢管我们大安村的事儿？这山头本就是曲西村的地界，你们硬闯就是没理，真要打起来闹到官府，谁也讨不到好。官府？哼，旱灾年月，官府管这些啊？有本事凭拳头说话！这拿的什么呀？不知道啊。我这法器可不认人，谁再往前一步，试试。大妞这是啥宝贝？看着怪吓人的，管他是啥，能把这帮强盗打跑就行。就是，你这是妖术？是不是妖术？要不要亲自尝尝？老王啊，咱们都是受旱灾苦的人，没必要为了这点东西拼命啊。我看不如这样，这一片马蹄呢，咱们分一半给你们村，大家各自挖回家，咋样？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但是你们要敢耍赖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放心，我林大义说话算数。来，大家都停下啊，咱们分好地界再挖啊。走。老王啊，你看，你们挖那边，我们挖这边，各挖各的，互不干涉。村长，这马蹄真甜，早知道多挖点了。别贪心，能分到一半就不错了。没看到那小姑娘手里拿着法器啊？哎，二爷爷啊，大家也都先回去吧。哎，好，走。大妞啊，今天真是多亏了你，不然真要打起来，还不知道要出啥事儿呢。二爷爷，您太客气了，都是为了村里好。大妞啊，你放心，答应分给你家的2000斤啊，可一斤不少分给你们。二爷爷，我正想跟您说呢，之前说的是挖出来5万斤送到我家2000斤，现在挖出来估计都不到3万斤，所以那2000斤就算了吧。算了，这怎么能成呢？二爷爷，您是村里的村长，有些事儿我知道很难办，所以我不会让二爷爷找麻烦的。唉，你们家的日子那么难过，没了这2000斤马蹄，你家咋过呀？二爷爷，我现在学着做生意，可以赚些钱，您就不用愁我们家了。这行吗？放心吧，这天也不早了，您就回去歇着吧。好。宿主成功阻止曲西村和大安村村民打架，奖励存储小空间，宿主可存放物品。原来做好事还有这奖励啊！不过这么小的空间能干什么呢？不如就用来放我在系统里面做买卖赚的钱吧。既然2000斤马蹄拿不到，那还是要好好的把魔芋豆腐的生意做好。大姐回来了。爹，
爹娘，你们怎么都站在这里啊？大姐，你好厉害！听说你阻止了他们打架。对啊，听说你拿那个什么电棒出来，一拿出来就把他们吓唬住了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要是闹出人命，官府来了也不好。对了，我想给大家说2件事儿。大妞，啥事儿啊？咱们的2000斤马蹄可能没着落了，因为分了大安村人一半，咱们再去要就不够村里人分了。那咱们是不是吃不上马蹄了？小明，咱们家还有，还够咱们吃一阵子。那第2件事呢？我准备继续筹备魔芋豆腐，并打算把它做大。啊？做大？卖豆腐了！卖豆腐了！3文钱1斤的魔芋豆腐，好吃不贵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卖豆腐了！大娘，今天要几块啊？老板娘，给我来1块，3个铜板。大娘，您收好了。老板娘，您还真别说，您家的魔芋豆腐真是好吃。好吃，下次多来买点。行啊。爹娘，你们不会算数，要不然就帮着剥魔芋豆腐吧。好啊。大叔，我要2块魔芋豆腐。好。你这大叔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是你弄的啊，可不是我弄的。啊，大嫂，别生气，这块豆腐是我爹弄掉的，当然不作数了。我再给你弄块大的，保证您吃了皮肤就像豆腐一样滑嫩。看在老板娘这么会说话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赔给您。嫂子，你慢走。大妞，爹，没事儿，做生意就是这样的。今天生意好，来的人多，你老受累了。老板娘，给我来2块魔芋豆腐。好嘞。您拿好。你家这魔芋豆腐真好吃，比糙米粥好吃多了。是，好吃，您多来买。好嘞。梅花，你去帮小光吧。好。卖豆腐！姑娘您好，我是隔壁卖菜的孙掌柜，我们谈笔生意如何？啊，孙掌柜你好，这边请。走。不知姑娘怎么称呼？我姓林，大叔不必多礼，叫我钱钱就好。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。芊芊姑娘，不知您这魔芋豆腐有没有多的？有啊，掌柜的，我们家能做很多。哦，芊芊姑娘，您看这样，把你这魔芋豆腐放在我的摊位上来寄卖如何？北京我只收半文钱。掌柜的，寄卖我是不考虑的。您是做蔬菜生意的，应该也看出来了，这个魔芋豆腐是个新鲜玩意儿，我不愁卖不出去。芊芊姑娘，你这样售卖多辛苦呀！你放在我的摊位上寄卖，我从早卖到晚，能卖不少呢。孙掌柜，售卖我不考虑，但是你要从我这进货，我倒是很乐意。看来这姑娘懂得做生意，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。芊芊姑娘，你这儿进货多少钱呀？我零售是3文钱1块，1块差不多1斤，您可以按照这个价钱售卖。您从我这里进货，我算您2文钱1块，这样1块您就能赚1文钱。芊芊姑娘，这价钱能不能……孙掌柜，这个价钱是最低位了。您进货卖的青菜，未必每斤应该就会赚1文钱吧？好吧，那芊芊姑娘，你每天给我送100斤。行，孙掌柜，但是有一点我想跟你说明白，我家的货不是单独给你，若是有人来要货，我也这个价钱出。那没问题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明天早上我给你送货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孙掌柜放心，这100斤只怕还不够卖呢。你看看多少人来问我呢？你们孙掌柜，这个老狐狸啊，有好生意你不叫上我们？幸亏我们机敏，要不然这单生意就都给孙掌柜了。各位掌柜的，如果有意合作的话，也可以从我这里进货，我也是2文钱1块，1块约莫1斤。芊芊姑娘，我们家摊位就是卖鱼的，想先进50斤魔芋豆腐试试水，卖得好的话，我们再多要，你看这样成不？当然可以了，诸位想要多少就定多少。不过我们来送货的时候，大家要提前1天跟我说好就行。那好，我也要50斤试试水。好。大姐，那掌柜跟你说了什么？大姐，你笑得怎么这么开心啊？大姐，你是不是说我们今天赚的铜板是不是赚很多钱，所以你才高兴？咱们以后呀，不用在这卖豆腐了。大妞啊，为啥呀？
大妞，这不是卖的好好的吗？怎么不在这儿卖了？刚才那几个掌柜的在我这订了货，以后咱们做好的魔芋豆腐都卖给他们就行了。啊，大姐，那我们还能赚到钱吗？当然能啦，我们出货给他们2文钱1斤，他们核定了200斤。我们回家以后呀，得赶紧做，明天早上送过来。大妞，我们卖3文钱1斤，卖给他们，咱们才赚2文钱。大姐，那我们不是亏了吗？少1斤就是少1文钱，那少200斤，岂不少200文？你们先不要着急，咱们虽然只卖了2文钱，但是咱们呀还是有赚头的呀。啊，赚头？赚什么头啊？他们每天买走那么多，以后啊咱们也不用在这卖了。他们赚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省去的时间，咱们岂不是可以用来做更多的魔芋豆腐啦？200斤就能赚400文钱，300斤就能赚600文钱。是啊，大姐，这果真能赚钱啊！都明白了吧？大姐，还是你厉害。大姐，你咋这么会算？自己学的喽。爹娘，别想了，反正咱们就是赚钱了，咱们得抓紧时间买东西回去做魔芋豆腐。好，咱们收拾东西。咱们呢，还是大妞最厉害。大哥，你捡着魔芋豆腐干嘛？你是卖这个的掌柜吧？这块不要了吧？这块脏了，不能吃了。哦，我这还有2块品相不太好的豆腐，送给你了。啊？谢谢掌柜姐姐，爷爷再也不用饿得肚子痛了。对了，掌柜姐姐，我叫李承轩，家住在前面的小巷子。我爷爷是做石工的，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来找我。好，掌柜姐姐，我先回家了。哎呀，这做魔芋豆腐可真累啊！是啊，大姐，我手都快磨破皮了。大妞啊，我这老骨头啊都快散架了。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，要是订单量再多一些，我们一家可受不了。不如去商城系统里面看看有没有石墨。购买石墨图纸，恭喜宿主购买成功。有了这石墨图纸在手，再做这石墨豆腐就会快很多。但是现在上哪儿做这个石墨呢？我叫李承轩，家住在前面的小巷子。我爷爷是做石工的，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来找我。下次再去县里，就带着图纸去他家看看，能不能做这个石墨。大姐，不好了，外婆带着大壶婶来了。小明、小光、小月，赶紧把这些魔芋豆腐还有这个都藏到屋里边去，快！娘，喝口水。看来这个外婆不简单，能让爹娘这么着急，看来不是什么善茬。我今天来是说一下大妞的婚事儿。娘，外婆在说什么？我之前挺看好大妞的，觉得她能干，嫁过去以后轻松也能轻松一点。但最近听村子里人说，她又打妇人又打男人的，她简直太不像话了吧！正好青松回来了，我和他说了这件事，青松啊坚决不同意娶大妞，所以这事就算了吧。你家不娶，我姐还不嫁了。切，这大妞虽然不能嫁给青松，但呀，我得说一门好亲事。我们村有户好人家，父母双全，有2个兄弟。我给大妞说的呀是大兄弟，干活呀一把好手，他们家还愿意花2两银子娶大妞呢。这你们要是同意，我可以去说一说，看能不能把嫁妆给免了。这事要是成了，我就收你1两当辛苦费。不知道娘说的哪家孩子？你都出嫁10多年了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就是方大春家的方小彤。可是那外号叫方麻子的。对，梅花，你就赶紧应了吧，2两银子呢。大妞过来，外婆问问你，你喜不喜欢外婆跟你说的亲事呀？外婆，你说的这门亲事好的不得了。这么好的亲事，外婆要不你自己去嫁吧。哎，你这孩子说什么疯话呢？什么让我去嫁呀？方老太啊，妞这是害羞，我觉得这事儿啊，你做主就行。既然这么好的人家，那外婆和大胡婶一起嫁过去，岂不成了姐妹？也算百年难得一遇的佳话。什么臭脾气！看来我们家青松不娶你是对的。谁说我要嫁到你们家了？就你这泼辣、抠搜、随便打人的性格，看看谁家会娶你！哼！爹娘，咱们不惹事儿，
但是也不能怕事儿，要不然别人都欺负到咱家头上了。爹娘，快收拾一下，咱们去做饭吧。做完饭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做魔芋豆腐呢，还得去办个事儿。爹娘，你们和小明去送魔芋豆腐，我和小月、小光去办点事儿，到时候咱们在这里集合。好。大姐，咱这是要去干啥？咱们去让石工铺里给咱们做一样东西，能让咱们做魔芋豆腐的速度变得更快。这东西真有这么厉害吗？难道你们还想用木棍慢慢的去捣魔芋片吗？大姐，我不想。我也不想。那就对了，走。请问您是李掌柜吗？咋了？李掌柜，是这样的，我想做一个石头，不是石碑，是一种工具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这可不简单啊！你一个女娃娃做这个干嘛？李掌柜，想必你也知道，这个东西可以把粮食磨成面或者磨成浆。我在做生意，所以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。小姑娘，这个东西做出来可不容易啊！我老头子可以做，但是这个人工费和石料费要的银子可不少，这也得要5两银子。5两银子，你抢钱呢？哎，小光。好，不知道这个石磨需要做多久？少则5天，多则8天。哎，李掌柜，您尽量赶一下。爷，是你？爷，这个魔芋豆腐就是这个姐姐送的，快尝尝。我不吃。李掌柜，不如这样，我先付您2两银子定金，您老受点累，尽快帮我把石磨做出来，这样可好？我尽快赶工，看能不能帮你尽快做出来。好。我尽快赶工，看能不能帮你尽快做出来。好。浅浅姐，谢谢你这么照顾我们家，上次给我们的2块魔芋豆腐真的很好吃。是吧？我大姐手艺不错吧？要是浅浅姐不介意，可以让你的弟弟妹妹来我这里，我可以教他们认字、算数。真的吗，大哥哥？我可以认字算数吗？认字吗？放心，浅浅姐，不收钱。你们不是来卖魔芋豆腐吗？把他们2人送过来就好，我可以教他们读书。这怎么好麻烦你？就当是报答浅浅姐的救助之恩了。那行，阿轩，我们就先走了，等得空了就把他们送来，你教教他们。好。听说了吗？这刘氏带着方老太要去给林大妞说亲，结果啊，被林家人一顿羞辱，给赶了出来。那刘氏，天天嚣张的，我看只有这大妞能治他。请问嫂子，林钱钱家是住在哪儿啊？你找她干啥？是这样，我们找钱钱姑娘跟她谈豆腐的生意。这2人看着不像是好货，估计是找大妞麻烦，咱们可不能让她欺负了大妞。你们2个在这里等着。倩倩，有俩男人找上门来了，你别意气用事啊，要不先躲起来。婶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？钱钱姑娘，我可算是找到你了，我打算再加购50斤魔芋豆腐。什么50斤？不知道啊。谁给银子，谁就先拿货。钱钱姑娘，这是定金，我也加购50斤。过2天呢，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。让他们走。说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不说，我就把你们绑到官府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我们进村都不行了，你们村的人怎么真霸道啊？钱钱姑娘，我们只是订个货而已啊。赵掌柜、姚掌柜，你们不要惊慌。二爷爷，这2位掌柜他们是县里的掌柜，来我家订点魔芋豆腐的货，不是歹人，大家误会了。订货？钱钱姑娘，我们摊子还得看着呢，只要你明天给我们送就行，明天我就把钱给你。钱钱姑娘，我的也别忘了。我们就先走了啊。天呀，大妞竟然在做魔芋豆腐的生意！魔芋豆腐是什么？那2个掌柜一下要那么多，得不少钱吧？魔芋豆腐是不是用的魔芋做的呀？我们问问大妞。大妞，你做的什么生意呀？就是大妞，大娘也想做生意。是啊，我也想。我确实是在做魔芋豆腐的生意，但是这个秘方我不能告诉大家，因为这是我爷爷托梦告诉我的，让我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
虽然我不能告诉大家，但是我有个好活让大家干。什么活呀？我想收魔芋，1文钱5斤魔芋。什么是魔芋啊？就是长在河边的那东西吗？对的，刘大叔，就是河边那东西。那东西不是不能吃吗？我这个秘方啊，能处理这个魔芋，摸到不会痒。这个魔芋挖得轻松，1个都有2、3斤，2个就是1文钱。大家一天挖60个，就是30文钱左右。一天就能得30文钱呀！运气好，挖到大的还能多得呢。这可比咱们天天往城里运柴挣得多得多呀！我愿意干，大妞，我也愿意干。大妞，我也来。大家愿意干的话，明天就开始挖，挖完送到我家院子，现场结工钱。好嘞。大妞啊，那我想问你件事儿。我看那掌柜啊，都是从你这儿进货，我也想从你这进点货，行不行啊？婶子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你是我亲婶子，就是家里没货了，我也会做出来给你。我就说啊，大妞不会不同意的。不知道婶子想去哪里卖呢？这还能去哪儿？就去县里呗。婶子，不知道有句话当讲不当讲？哎，你说。婶子，那掌柜的都是在县里卖的，你去县里卖，可就不太好卖出去。是啊，大妞，你说的真有道理，我都听你的。那我明天去附近的村里看看。二爷爷，要不然你让明乐哥也来我这上班，我每天给他1人算30文，中午这顿饭在我家吃，怎么样？30文。中午这顿饭在我家吃，怎么样？30文。好，我回去和他们说，明天就让他们过来帮忙。他们要是不好好干，你就告诉我，我收拾他们。大姐，这就是石墨。丫头，咋样？这是你想要的东西吧？是，就是这样。来，千言姐，我等修正好过后，在这附近开一家学堂。等你们家不忙了，可以把你的弟弟妹妹送过来，我教他们读书。好，等过了这段时间，你家学堂开了，我就带他们来。这是啥呀？这是啥呀？看好了。爹，你来试试这个把手。啊！这就成了，比用木棍捣快10倍都不止啊！我也想试试。来，你试试。我也来帮忙。看起来轻巧，推起来还挺费劲儿。等用顺了就省力了。你们看，这石磨磨出来的魔芋浆更细腻，做出来的魔芋豆腐也更加滑嫩。比之前少了点苦味哈。这石磨磨得匀，能把魔芋的色汁磨出来，等下过滤掉就好了。有这东西在，往后一天磨几百斤豆腐不在话下呀。千千妹子，我爹让我过来帮忙，你咋说，我咋干？弥勒哥，你就负责清洗魔芋，戴好手套。我爹和我娘呢，他们负责磨磨，小明就负责计数，你别弄错了斤两。小光和小月呢，你们就负责把魔芋切块。好嘞。大妞，你看我这筐魔芋够不够20斤？昨天挖了好久，胳膊都酸了。大婶儿，你这筐魔芋足有20多斤，算你5文钱吧。好，来。行，大妞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大姐，鸡汤还没好啊！别着急，鸡汤马上就好。千元妹子，你家中午都吃这么好啊？是啊，现在我每天都能吃到肉，前天吃了猪肉，昨天吃了鱼肉，今天要吃鸡肉啦。大姐说我们在长身体，让我们多吃点肉。弥勒哥，待会儿你一定要尝尝我的手艺，还有这馒头也是刚蒸的。弥勒哥，你跟着我大姐干准没错，你们大姐太能干了，简直就是女中豪杰。弥勒哥，你还有没有什么认识的朋友，多带几个来我这干活，工钱照样结。这好说呀，等这2天回去我就问问。我去给大家端鸡汤。大姐，这独轮车越来越沉，再这么推下去，胳膊都要断了。是啊，大姐，昨天我们送货到孙掌柜家，我和2哥轮流推，手都磨红了。再坚持一下，到了县城，切完豆腐就轻松了。卖牛啦！上好的黄牛，能拉车，能耕地，错过可就没了。老板，你的牛怎么卖？姑娘是做买卖的，我这牛可是从临县拉来的，一口价5两银子。5两？我们卖半个月魔芋豆腐才赚3两。老板，
灾害年井里5两银子购买10担粮食了，我诚心要4两银子，成不？姑娘砍价太狠了，这牛上个月还能卖5、6两银子。这样吧，4两5，不能再少了。成交。跟我来吧。贤倩姑娘，这是这批魔芋豆腐的钱。谢谢掌柜。贤倩姑娘买了牛车以后，送货速度更快了，这以后生意啊，肯定越来越大。借您吉言。大姐，这草料太贵了，1文钱才1小捆。咱们挣钱啊，全靠它了，一定得喂好点儿。大姐，这有了牛就是不一样，现在感觉干什么都轻松多了。小光，站住！婶子，外婆，你们有事啊？乖外孙，你姐的魔芋豆腐真的很好吃，你快告诉外婆秘方是什么。我不知道啥秘方，那是我大姐的本事。少装傻！你大姐能有这能耐，定是有什么诀窍，赶紧说出来，不然别怪婶子不客气。大姐说了，这是祖传的法子，不能外传，你们就别想了。小光乖，外婆给你买糖吃，你偷偷告诉外婆一个人啊。你们快走，别欺负人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看我今天不把话从你嘴里掏出来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说不说你？说不说？说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是他自己晕倒的，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。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一个孩子，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！你们今天必须给林家一个交代，把他俩带走。哎呀，村长，村长！钱钱，小光这是怎么了？二爷、娘、大姐，我不给他们秘方，他们就拿棍子打我。我让你欺负我孩子，我让你欺负我孩子，我让你欺负我孩子。娘，你先回去照顾小光，这我来处理。哎呀，二爷爷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出完地回来，就看见他们两个在村口挨着小光拿棍子打他。我们只是想要个秘方。想要秘方，你们就能随便欺负我弟了？二爷爷，你是村里的村长，我需要你帮我。你想怎么处理？交给官府。不，交给官府是要挨板子的。现在这都怕了，抢秘方的时候怎么不怕？来人，把他俩送去官府。村长饶命啊！村长，大妞饶命啊！大妞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饶了我吧！哎呦！二爷爷，谢谢你，今天幸亏有你在，不然小光指不定被他们怎么欺负呢。他们两个坏事做绝，就该让他们受到惩罚。哎，大妞，你明乐哥有没有干活啊？明乐哥干活很卖力。那就行，这个生意好好做。现在都已经买牛车了，赚了钱是不是还要买大房子了？二爷爷说笑了。行，既然小光没事儿，那我就回去了。二爷爷慢走。你们是谁？要来做什么？在下是翠湖楼的财买，这位是我们后厨的邢掌柜，特来拜访林钱钱姑娘。翠湖楼没听过，你们是不是和大胡婶一伙的？两位掌柜过来，有什么事？姑娘莫怕，我们是来谈生意的。这是上次在孙掌柜铺子里买的魔芋豆腐，翠湖楼的客官吃了之后都说好。翠湖楼，有名的酒楼。正是，我们东家说了，只要姑娘肯供货，价钱好商量。邢掌柜，我家魔芋豆腐批发都是一个价钱，2文钱一斤，不知道你们需要多少斤？300斤，1斤2文钱，300斤，300斤就是600文。没问题，不过我们家现在人手不够，就不能送货上门了，还得你们派人拉才行。钱钱姑娘，不会是因为我们离得远，您就不给送吧？不瞒邢掌柜，我们家现在人手不够，如果要送货上门的话，您的魔芋豆腐可就做不出来了。那行，我们自己派人来取。告辞。铁锅婶儿，
你这筐魔芋啊，不多不少，正好32斤，我给您7文钱。弥勒哥，记好了吗？记好了。林姑娘，听说您这儿招帮工，我有的是力气，啥重活都能干。我确实要找2个帮工，主要负责清洗魔芋、切块，还有搬运，一天30文钱，管午饭。干得好，月底还有额外赏钱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方清白，家住村东边，家里就我一个劳工，保证能把活干好。芊芊姑娘，我叫林小学，虽然我力气没有青柏哥大，但是我手脚麻利。我娘卧病在床，我想给她抓药治病。她虽瘦小，但眼神恳切，嘴角还沾着点鼻子，想必是刚从地里赶来的。小学是吧？多大了？芊芊姐，我15岁了，我能早起，天不亮就来干活，啥杂活我都愿意来干。芊芊妹子，这2人我确实认识。方清柏是出了名的识人，而林小学虽小却懂事。行，你们俩明天一早到我家小院报到。清柏负责搬运魔芋和清洗，小学跟着我学切块，记得带双旧鞋来，干活容易沾泥水。谢谢林姑娘，我一会儿就回去准备，保证明天不会迟到。我今晚就回去蒙蒙镰刀，明天一大早就赶过来。芊芊姑娘来了。芊芊姑娘，这是我自己带的磨刀，你看看合适不？俺娘说做工要干净点，你看看这不能擦魔芋上的泥。有心了。清柏，你负责清洗，把泡好的魔芋捞出来，用刮刀把表皮的泥沙刮净，记得戴手套。小学，你跟我学切块，学着把魔芋切成拇指粗的条，不能太粗，也不能太细，不然磨浆的时候容易卡石墨。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，干活才有劲。清柏小学，快坐啊！麻烦大娘了，其实俺们自己带了窝头。客气啥？芊芊说你们一边要给娘抓药，一边要攒钱娶媳妇儿，都是实在孩子。谢谢大娘。芊芊妹子，第一批泡好了，表面的土也泡软了。我们先把手套戴上。来，手套要拉到手腕以上，不然水会渗进去。你看，这样扣紧就不会掉了。谢谢姑娘，是俺太笨了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喽，新鲜的魔芋豆腐。哎，这位小哥眼光不错，来2斤，保证比林家那强10倍。来2斤。好嘞。来。哎，快看啊，林家的帮工都来买我的。打开看看。呸，这啥呀？酸不拉几的，跟咱家的完全不一样。还有股怪味儿，像是没洗干净的魔芋水味儿，比咱家的糙米粥还难咽。工艺不到家，碱放少了，还没煮熟，难怪发酸。好啊，买了我的魔芋豆腐还敢说坏话，我看就是你们家的魔芋豆腐加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才敢卖那么贵。加东西不能吧？我买过好几次了。哎，咋不能啊？正常的魔芋豆腐哪有那么滑呢？肯定是加了药水，我这才是纯天然的。你敢不敢把你们林家的秘方拿出来给大家伙瞧瞧？不敢就是心里有鬼。祖传手艺，凭啥给你看？你要是真的懂行，你就不会做出这种酸掉牙的东西来。田三，你在这胡咧咧啥？翠湖楼天天都用林家的豆腐，要是加了东西，最先毒死的就是我们。大伙儿看看，这是我们后厨刚验收的，跟孙掌柜家铺子里卖的一模一样，正经手艺做的。你们是一伙的，你们受了啥好处？我就说嘛，翠湖楼这种大馆子，怎么能用随便加了东西的食材？肯定是这小子嫉妒人家生意好。林姑娘莫气，这种搅局的泼皮，我们早该收拾他了。多谢邢掌柜解围，不然还真说不清了。芊芊姑娘的手艺，我们是有目共睹的。这豆腐看着做的就银润，肯定不会掺假的。邢掌柜过奖了，都是按照规矩来的，不敢偷工减料。芊芊姑娘，这是300斤的钱，你点点。多谢邢掌柜信任。说起来，我们楼里魔芋豆腐卖的相当好，尤其是那道凉拌翡翠丝，客官的点单率都快赶上我们的招牌菜了。是啊，东家昨天晚上还问能不能每天再加200斤，就是不知道姑娘这边。200斤没问题，只要有魔芋，我就能做出来。
浅浅姑娘，实不相瞒，我最近总在想一件事，你的魔芋是野生的吧？是，都采自河边和山坡。这就难了，照这么挖下去，再过2月，怕是连魔芋苗都看不到。是，野生魔芋就这么多，现在订单越来越多，村民们挖的也越来越勤。万一挖完了，我的生意怎么办？弟弟妹妹和帮工们的生计怎么办？我是真心想和姑娘长期合作，但是这原料断了，别说加购，都怕是现有的量都保不住。邢掌柜放心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对了，我有补金交易系统，商城里肯定有魔芋种子卖。你们先走吧，不用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购买魔芋种子。耐旱高产型，3个月成熟。叮，恭喜宿主购买成功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大姐，你刚才跑哪儿去了？我们找了你好半天。就是啊，大姐。爹娘，给你们看个好东西。啊，大姐，这是啥呀？长得像小石头。这是魔芋种子，我刚才在镇上遇到个老汉，他说这是耐旱的好品种，特意买下来的。你买种子干什么呀？咱挖那野生的不挺好的吗？爹，你想啊，野生的魔芋就那么多，现在村里的人天天都在挖，总有挖完的一天。可咱们从来没种过这东西啊，能种活吗？老汉说这品种特别耐旱，只要把种子埋进土里，勤浇水就能活。咱们可以试试自己种，这样原料就不愁了。这得种多大的地啊？咱们家哪够啊？我打算召集全村的人一起种，咱们提供种子，教他们怎么种，等收获了还会给他们算工钱。给工钱？大家肯定乐意干啊。对，这样既能保证了咱们的生意，也能让村里人都有活干，一举两得。好。哎，明乐哥呢？我得让他帮着通知村民到村口大树下集合。明乐哥刚回家吃饭呢，我去找他吧。各位叔伯婶子们，今天喊大家来，是想跟大家说一件大事，咱们挖的野生魔芋会越来越少了，再这么下去，迟早会挖完，所以我想咱们自己种魔芋。自己种这种东西能种活吗？能，我特意买了耐旱的种子，免费分给大家。免费？我没听错吧？我会教大家怎么播种、施肥，等收获了，我按1文钱3斤收购，比现在挖野生的还划算。还有这种好事？那我们出力去种，能有啥好处？凡是参与种魔芋的人家，会给大家每户100文钱。等魔芋丰收了，除了收购的钱，每家还能分10斤魔芋当口粮。我愿意种，林姑娘从不骗人，跟着她干准没错。好，报名，我也报名。报名！大家看好，每一株之间需要空一些间隔，这样既能保证魔芋扎根，又能通风。坑不用太深，每个坑里放3颗种子。记住，这品种耐旱，别浇太多的水，不然容易烂根。浅姐，我家有3口人，能分多少种子啊？按人头算，每人半斤，你家领1斤半。明乐哥，记上李小学的账，3斤。好嘞。走，好你个林浅浅，你又耍什么花招，骗大家干活？就是，你这些破种子要是种不出来，那大家的力气可不就白费了。大胡婶这话就坏了，种子是免费的，地是地里的荒地，大家愿意种就种，不愿意种也没人逼着，怎么就成骗了？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刘氏，你这话说的丧良心，浅浅姑娘给大家找活路，你不帮忙就算了，还在这儿说风凉话。就是，上次偷马蹄的事还没找你们算账，现在又来捣乱。我们就是担心大家被骗。担心？我看是嫉妒吧。这样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天天守在这儿，看看到底出不出苗。我告诉你，这地我们家也有份儿，今天这种子我也得领。不是我不给，是他们家不守规矩。上次偷祠堂的马蹄，全村人都知道，是村长仁慈才饶了他们。今天谁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对，或者信不过我，可以现在就走。我们新大妞，这种子我们种了，
对，我们种，我们种，我们种，把他们赶走，把他们赶走，我们种，把他们赶走，把他们赶走，把他们赶走。现在走还留点脸面，快走，快走！好了，别让不相干的人耽误了正事儿。大家抓紧时间，领种子回去种，争取3天内种完。这天是一滴雨也不肯下呀！哎呀，是啊，这才种下去几天，天天这么浇下去，人都要累垮了。贤贤呀，这可不是办法，河离得太远，一趟来回就得小半个时辰，一人1天也浇不了多少啊。大家听我说，我有个法子，或许能解决浇水的问题。大妞，有啥法子？莫非你能让老天下雨？下雨我可办不到，但我以前在一本杂书上见过一种引水龙的法子，可以把水从河里直接引过来。引龙法？会有龙？我前些日子正好买了些回来，没想到正好用上。大姐，今天豆腐都卖完了，咱们回家吧。不急，正好在县城，我们去看看阿轩哥哥学堂怎么样了。之前说好的，让小光和小月去识字的。好呀好呀，我想去看看学堂长什么样。不知道阿轩哥哥都教些什么？去了就知道了。走吧，我记得他说在前面的巷子里。阿轩哥哥，钱姐、小明、小月、小光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送货路过吗？送完货了，想着过来看看你的学堂，顺便谈谈小光和小月入学的事儿。七天姐，不瞒您说，其实学堂已经开了好几天了，只是没什么学生。阿轩哥哥，里面没有人吗？是啊，大家都觉得读书无用，既费钱又耽误孩子帮家里干活，我磨破了嘴皮子也没说动几家人。原来是这样，阿轩，你别灰心，读书明理怎么会没用呢？阿轩，事在人为，让我来想办法。大妞，你去看了小李子的学堂咋样啊？爹，阿轩的学堂是开起来了，但没什么学生去，大家还是觉得读书费钱费时，不如干活实在。哎，也是，现在这年头能吃饱就不错了，读书那是富贵人家的事。娘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今天想了很久，觉得这事儿咱们得管，而且我想了个法子，或许能说动大家。大姐，什么法子？我打算凡是愿意送孩子去成轩学堂读书的人家，他们家送来的魔芋，我每斤多给半文钱，还会有些许补贴。每次多加半文钱，1天送20斤，就是多加10文钱，再加上补贴。哇，那1月下来就好多好多钱啊！大妞，这样得多好多开支吧？咱们这生意刚稳当点儿。爹，这笔钱值得花，这对咱们全村来说都是好事儿。阿轩当初帮过我们，现在他遇到难处，我们能帮也得帮。大妞说的在理，目光得放长远些。乡亲们都静一静，今天叫大家来是有一件大好事要说。咱们村的大妞啊，想出资鼓励娃们去读书啊。读书？村长，不是说笑吧？娃们还得帮忙干活呢。就是，认得几个字儿，能当饭吃啊。说，婶儿，你们听我说完。从今天起，谁家愿意送孩子去李承轩、李公子的学堂读书，他们家卖给我的魔芋，我每斤多给半文钱。大妞，你说真的？每斤多半文，那1天送30斤，那就是15文啊！芊芊姑娘，我弟也刚好到年纪，明天我就送他过去。好。
既能认字明理，家里还不吃亏，这天大的好事儿上哪儿去找啊？行，就冲大妞你这实在劲儿，我明天就把我那皮小子送过去。也算我家一个，好事啊！阿轩哥，我们来了。小月、小光，你们开心吗？当然开心了，我也能来读书了。哎，兄弟，你快看，这是河物，河水竟自行流入田中。怪事儿，从未见过此等灌溉之法，无需人力搬运，水便自流。二位乡亲，叨扰了我等是县衙的差役，在此巡视各乡的旱情，见此饮水之物，不知是何原理，如此神奇。官爷，这叫饮水龙，可是我们村钱丫头想出来的法子。哦，此事关系民生，二位乡亲，能否告知这家的住所？我们也好亲自见见林姑娘，详询此法。民女林钱见过二位差爷，不知差爷寻民女所为何事？林姑娘不必多礼，实不相瞒，我二人今日巡查，见姑娘所创灌溉之术，特来请教。回差爷，此法乃民女偶然从医书中所见所学，此次恰逢家乡大旱，便尝试着用于田间，侥幸成功，并非民女独创。原来如此，不知姑娘可否将此术细细道来？若能全县推广，乃黎民之福啊！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，民女定当慢慢说来。此物名为浇管，韧性极佳，不易破损。饮水之诀在于就是这样。妙，实在是妙！县令大人若知此事，定有奖赏。民女不敢求赏，若能以此法帮助更多乡亲度过旱灾，便是最大心愿。我等即刻回去禀明县令。哦，对了，县中有一处抄没的空宅，我等回去禀明县令，以此宅奖赏姑娘献术之功，你看如何？奖给咱家。民女多谢差爷，多谢县尊大人厚爱。这是你应得之赏，我等告辞，今后加饮即可。二位官爷慢走。哎呦，这爹娘大姐，听村里人说有官差来咱们家，没事吧？是啊，官差来干嘛？好事儿，天大的好事儿！官差来夸你大姐的，还奖励咱们一座大房子呢。是真的，你姐弄的那个饮水龙，官府看上了，说要大用，还奖励了咱们一座县里的宅子。你看，真的，县里的宅子啊！大妞啊，你们家这也是苦尽甘来，得到了官府的青睐，这也是咱们全村人的光彩呀！这些年多亏了乡亲们帮衬。钱姑娘放心，弟弟的魔芋我们一定照看好。大妞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该走了。二爷，我们先走了。走了，二叔。哎呦喂，没天理了！这孙女发了财，就不管我这个老骨头了，不让我这个外婆进门。大家快来看看呀！这狠心的外孙女，自己吃香的喝辣的，穿金戴银的，就不管我外婆的死活了。小明，你跑得快，快去县衙找上次的那2位差爷，把事情告诉他们，让他们过来。好，我这就去，你们撑住啊！哎呦，没良心啊！老天爷，你怎么不开眼呀？差爷来了！差爷来了！又是你！上次刚挨完板，今日又因为何事再次吵闹？林姑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回差爷，我们一家正准备入住新宅，我外婆方氏突然出现，无理取闹，污蔑我等不孝。差爷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是他亲外婆，他们过上好日子却不管我，天经地义，我该来住。差爷，我可以作证，这个方老太实在是胡说八道。这个方老太平日里就好吃懒做的，她
他在村子里啊多次刁难林家，勒索钱财不成，他自己有房有地的，根本无人亏待他。哦，原来是讹诈。怪不得人家小姑娘这么冷静，原来是个惯犯。你血口喷人你！够了，方氏，你屡教不改，今日竟然公然讹诈，污蔑官府奖励之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跟我回衙门，让县令大人好好管教管教你。走，别呀！今天啊，是咱们曲西村林家乔迁之喜，更是咱们村的大喜事儿啊！大妞啊，你看这块牌匾呢，二爷给你题了字“勤善之家”。多谢二爷爷，我们一定不忘勤善二字。芊芊姐，恭喜乔迁！如今学堂已有30余名学生，小月、小光学业进步很快，还能帮着记账呢。大姐，现在我能算清楚一天进多少魔芋和出多少豆腐了。我还能帮阿轩哥哥教更小的孩子识字呢。好，你们继续好好学，将来帮大姐管更大的账。芊芊妹子，咱们现在一天能出800斤豆腐，不管是翠湖楼还是孙掌柜的账，我们都能供上。芊芊姐，我娘的病也好多了，她说要多谢谢你。都是你们自己肯干，将来咱们还要开铺子，做工坊，让更多的人吃上饭，读上书。从前哪敢想能住上这样的房子，顿顿吃饱饭。爹娘，咱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啊！将来啊，我要让曲西村的家家户户都靠魔芋过上好日子。